明明放在这里的，我专门用塑料袋包了2层的。别翻了，你那辣椒酱出发前被我扔了。扔了？出门在外带着那么重的玻璃瓶，重死了。重？这3个大箱子装了你儿子的游戏机，装了你的话剧，装了你买给你妈的几千块钱的补品，唯独装不下我那1小罐辣椒酱。妈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咱就告别公主病呗，几顿饭而已，不至于这么馋吧？偌大3个行李，竟容不下我1罐爱吃的辣椒酱。蒋伟，我们离婚吧。发什么疯？一瓶辣椒酱至于吗你？那破玩意儿有什么可吃的？没它你不能活了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故意在我妈家挑刺啊？我就知道你这趟回来没安好心。我挑刺，我只是想在饭桌上有一口我能吃下去的饭。行了吧，你少拿辣椒酱当借口，不就是月子里那点事儿吗？这都过去半辈子了，你还抓着不放吗？那不是普通的婆媳矛盾，那是差点要了我们娘俩命的事。月子里那点事儿，你把差点害死我和儿子的事儿叫那点事儿？妈，你年轻的时候爱无理取闹也就算了，我奶这辈子不容易，你就不能宽容一点，让她晚年舒心一点吗？这些年就因为你记恨奶奶，我和我爸也不能常回来看她，但你也不能仗着我们在乎你，就一直这么矫情着吧？你就是这么跟儿子说的？都是些陈年破事儿了，现在还提这些做什么呢？他把差点害死我和儿子的罪过轻描淡写的叫做陈年破事，我真想扑上去收他2巴掌。快来吃饭呀！今天可做了好多好菜呢。哎呀，妈叫吃饭了，走走走，咱们先去吃饭。放手，我不吃。咱们先吃饭，有什么事儿吃完再说。回头我抽空去给你买那破辣椒酱，这总行了吧？哎呀，我快要饿死了，先吃饭吧，妈，您就心疼心疼儿子吧。老婆，你看，像我这么好的老公，像明明这么懂事的儿子，你去哪里找啊？现在台阶都给你搭好了，你就赶紧顺着下来得了。当初的事儿，妈早就知道错了，跟我说了好多次，都忏悔半辈子了。这次过来，也是为了让你看看他的表现。就是呀，妈，奶奶今天可是一大早就去镇上买菜了。忏悔半辈子，表现，我倒要看看这对母子还要演什么好戏。我海鲜严重过敏，我对羊肉的膻味有着惨痛的心理隐隐，闻到就会生理性反胃。这满桌的菜，精准无比地踩中了我的所有死穴。娇娇啊，我穷了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，别人都说这些是好菜，我就弄了这些，你可千万别嫌弃啊！要是不满意，我再重新做，可千万别因为饭菜这点小事儿跟大伟生气啊！老婆，你看妈多偏向你。我和儿子平时回来，他最多炖个排骨，可没这么多硬菜。今天这都是为了你啊！他没费一兵一卒，就把我逼到了不识抬举的死角。只要我敢发作，就是欺负老人。奶奶的手艺真棒，这要是能天天吃到就好了。是啊，要是你奶奶去城里，还能帮你妈妈做饭，分担一些家务什么的。但是咱们家我说了不算啊，这也得看你妈妈同不同意。原来他们折腾这一趟根本不是什么探亲。蒋伟想接他妈进城，又不敢跟我直说，就算计着联合儿子一起来逼我就范。可以啊，你们把他接去城里，就住在家里吧。只要你跟我离婚，你想接谁，想跟谁住一起都随你，车子、房子、儿子都归你。妈，你闹脾气总要有个限度吧？都是一家人，凭什么我和爸爸都要顺着你啊？我就想让奶奶进城陪我，
你同不同意？这事儿也都这么定了。你看看奶奶给你做的这一桌子菜还不够吗？你倒好，为了一罐子破辣酱就没完没了的，甚至拿离婚来威胁我们。心底最后一丝对这个家的留恋彻底灰飞烟灭。你看看奶奶今天起早贪黑给你做的这一桌子菜还不够吗？人家好心好意伺候你，你倒好，为了一罐破辣椒酱就没完没了的，甚至还拿离婚来威胁我爸，你也太小心眼了吧！这些年，我生怕自己做不好一个母亲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照着育儿书本教育他。这么多年，无论我受了多大的委屈，我从没在他面前说过他奶奶半句坏话。可结果呢？换来的竟是他理直气壮的厌烦。蒋明，你长这么大，口口声声说我不懂事，那你难道都不知道自己亲妈海鲜过敏吗？你不知道，但是你奶奶却清楚得很。刚才你爸也亲口说了，你奶奶平时根本不做海鲜。那你用你的脑子好好猜一猜，她为什么偏要在我回来的今天专门做这一大桌子海鲜？那就算你海鲜过敏，你看那不是还有羊排吗？旁边还有炒西芹啊。妈，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，总不会矫情到连西芹都过敏吧？好，很好，这儿子我真是白养了。蒋明，你要不要现在开口问一问你那个装可怜的好爸爸，我是因为什么才绝对不碰羊肉的？这么多年，我们一家人每次出去吃烧烤，我都会郑重其事地重复很多遍，我不吃羊肉，我闻到那个膻味就会反射性的呕吐。怎么，每次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这当亲儿子的是一次都没有带过耳朵吗？不吃羊肉就不吃呗。那青菜呢？那盘西芹总能吃吧？你就是故意找茬。既然你觉得我是在找茬，这样吧，你自己来尝一尝这道专门给我做的好菜。我为什么要尝？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素菜，我不吃。吃？你不是说我矫情吗？你不是说这是你奶奶的好心吗？尝一口，亲自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人间美味。奶奶，青菜本身的味道就已经够难吃的了，你怎么还能把它炒得又膻又腥？这怎么吃啊？妈，是不是你弄的？什么仇什么怨啊？你要趁我们不注意，在菜里动手脚来捉弄我，你可就我这么一个亲生儿子，你犯得着吗？蒋明，你的脑子要是进了水，就赶紧去倒立控一控，要么就找个门缝去挤一挤。我今天从进这个家门到现在，压根就没迈进厨房半步。我让你尝这盘菜，就是因为我心里再清楚不过，你这个好奶奶一定会玩这种下三滥的套路。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刚才宁可跟你爸吵半天，也偏要留下我带的那罐辣椒酱？因为没有那罐辣椒酱，我在这个家里连一口能咽下去的饭菜都没有。妈，你这就多少有点被害妄想症了吧？一道菜没炒好而已，手抖放错调料很正常，怎么让你说的像是奶奶要故意谋害你一样？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你至于吗？至于吗？这正是蒋伟对我使用了10几年的精神控制专用话术，现在居然原封不动地从我最疼爱的儿子嘴里说了出来。明明啊，你快别怪你妈妈了，都是奶奶不好，奶奶老了不中用了，连道菜都炒不好，一时失手，这菜就串了味儿。你妈妈怀胎10月养你长大不容易，你可千万别因为我这个没用的老婆子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呀。奶奶被数落几句没什么的，只要你们一家和和睦睦的，听话啊，明明，快跟你妈认个错。行啊，既然你不想安分，那我也没必要再给你留一丝脸面了。蒋明，你不是从小就向往穿上那身绿军装吗？你不是一直遗憾自己当年军校体检被刷下来，没能去当兵吗？那一片大面积的色素沉着疤痕，直接把你的梦想扼杀在了最初的地上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知道你腿上那块疤究竟是哪来的吗？我爸不是一直说，那是我小时候太淘气，自己不小心摔倒擦伤留下的吗？你腿上那块伤疤根本不是什么擦伤，那是你这个委屈的好奶奶为了急着去村头打牌，把连满月都还没到的你，直接忘在了烧着滚烫热水的灶台上，活生生烫出来的。你说什么？
慧娇，你疯了吗？你别一发神经就在孩子面前胡说八道，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。我妈当初刚从乡下进城，什么都不懂，她只是无意间得罪了你，就被你记恨了整整半辈子。这都过去快20年了，你到现在还不消气吗？明明，你别听你妈瞎说，你奶奶那么疼你，怎么可能故意烫伤你？那纯粹就是个意外。你妈就是因为今天没吃到辣酱，借题发挥，故意挑拨咱们一家人的关系。我怀胎10月，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生下来的儿子，我精心呵护了19年，连一句他奶奶坏话都不舍得说的儿子，在真相面前，他只用了1秒钟就选择了他爸的版本。我这些年为了照顾你的情绪，连亲妈都不敢多见，我心里苦啊！我小时候最爱吃我妈做的羊肉，现在我不能在我妈身边尽孝，就连吃几口羊肉也不行吗？我就想吃个羊肉啊！大伟，下次再约兄弟们来聚啊！魏娇性子毒，不喜欢家里有外人。这不，我连我妈都送走了。我是真跟兄弟一起聚一聚，但没办法，不能让老婆不高兴嘛。兄弟，你太难了，可不是嘛？如果我真的在家里有那么高的地位，如果我真的像你塑造的那么跋扈，那3个那么大的行李箱怎么可能装不下我的1罐辣椒酱？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回城里，等你回去，我们就离婚。你认真的？认真的，车子、房子、儿子都归你，家里的现金归我，回去咱们就办手续。不是吧，妈？就算奶奶今天这顿饭做的不对，也不过就1顿饭的事儿，你至于闹到要离婚吗？就为了1罐辣椒酱，你连亲儿子都不要了吗？你这样的儿子，我要不起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别后悔。那是蒋伟特意嘱咐我去买的，给他妈补身体的顶级牛奶炖花椒，每一罐都有我那罐自制辣椒酱的2倍大。蒋伟嫌我的辣椒酱占地方，硬生生把它扔进了垃圾桶。其实装不下的不是辣椒酱，是这个家里根本就没有留给我的一丝一毫的空间。其实也没什么可收的，这就是3个满满当当的行李箱里属于我全部的东西。我这10几年的隐忍付出，荒唐到了极点。哎，大伟啊，别跟你老婆生气啊，你们都在一起10几年了，哪能离婚呢？他啊，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，拿敲吓唬吓唬你们，不会真的舍得你们的。想开了，想开了就先吃饭吧。
爸，我妈她真的走了，连行李都没拿多少，就拎了个小塑料袋。坐下，让他走。可是她一个人能去哪儿啊？这村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而且现在连个顺风车都不好打。去哪儿？她能去哪儿？她一个当了19年家庭主妇的女人，身上能有几个钱？哼，连个正经工作、正经社交圈子都没有，走就走呗。你还真以为她能翻出什么风浪来？我看她就是平时在家里作威作福惯了，今天当着我妈的面下不来台，故意在这儿耍性子摆谱呢。等她气消了，饿肚子了，自然就灰溜溜的回来了。都这么大年纪了，19年都过来了，离了我她怎么过？放心吧，用不了天黑，她准保自己乖乖回来认错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娇娇这孩子脾气怎么就这么大呢？一声不吭一个人就走了。村子里这么偏僻，他又人生地不熟的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啊？妈，你别操心她了，她就是矫情。不行，都怪我，是我这个老婆子不好，明知道她挑剔，做的菜没合她的口味。要不我去把她追回来吧，我给她赔个不是，就算让我给她下跪都行。我这老骨头一把了，不值钱，可不能因为我毁了你们的家呀！别去，妈，你千万别去。你要是去了，她那尾巴还不得翘到天上去？你别惯着她这个臭毛病，不就是一瓶破辣椒酱吗？至于闹成这样吗？我看她就是……是啊，奶奶，您别去了，我妈就是矫情，还是奶奶做的饭好吃。我妈做的饭一点味道都没有，还这不让吃那不让吃的，规矩一大堆。以后奶奶就跟我们回城里住吧，天天给我们做好吃的，咱们不理她。好好好，奶奶跟你们回城里住，以后奶奶天天给你们做红烧肉、糖醋排骨，把你们爷俩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就是，等过2天我们就一起回城里，以后我们一家3口，哦不，一家4口，好好过日子。来，干杯！一套衣服，一个破充电器，半本书，很轻，轻到提在手里几乎感觉不到重量。这就是我19年婚姻里真正属于我的全部。在这个所谓的家里，处处都是蒋伟和蒋明的痕迹，却没有一件东西、一道菜是真正为我准备的。我被榨干了所有的价值。可这一切，从今天开始，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老板，买瓶水。哎，你是赵梅梅家的儿媳妇吧？嗯，我是。这水3块钱是吧？怪不得呢，我就说这老太太最近怎么这么高兴，一跟我们这些老街坊提起来，说她儿子今年国庆节要专门开车回来接她去城里的大房子里住，那给她乐的牙肠子都呲出来。您说什么？接他去城里？他大半个月前就知道了。是啊，这大半个月他在村里见人就显摆，说儿子儿媳妇要在国庆接他进城享福去，都在夸他养了个好儿子呢。原来如此，全都是演戏。他们早就串通好了，把我当成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傻瓜，用伦理道德逼我捏着鼻子认下这盘烂棋。不过啊，要我说，他能去城里跟你们一起住也行，总比在咱们这穷村子里天天跟那些不务正业的闲汉们一起打麻将、推牌九强的多。您说什么？他还在赌？可不是嘛，他这人啊，这么多年就爱玩这口，一上了牌桌，那是连饭都不吃，觉都不睡的。我估摸着等进了城，有你们这小两口管着，这毒瘾估计能好点。不行，我得马上打电话告诉蒋伟，他根本不知道他妈还是个无可救药的赌徒，那个家迟早会被他毁了的。蒋明还要上大学，肯定会受到牵连。毁了，牵连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既然他们父子俩如此渴望这份血脉相连，
那就让他们自己去承受代价吧。老板，能借您这儿的湿巾擦擦汗吗？妈，饭好了没？我饿了。在锅里呢，自己去盛。妈，这阿姨是赵梅梅家的儿媳妇，回来过节，要回城里呢，没打着车。阿姨，您叫不到车吗？加了4次假，没人接。我正好明天要回城里上班，今天提前走也行。您要是不介意，我送您。你送我？对，自己一个人开也是开，多个人还能说说话。走吧，阿姨。阿姨，我叫赵敏，敏捷的敏。我叫魏娇，骄傲的骄，好听。我妈说名字里带骄的人骨子里都有一股拧劲儿，不肯轻易低头。这1个多小时里，他们大概吃饱了喝足了，终于发现我是真的走远了。魏娇，你长本事了是不是？咱们都一把年纪了，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能不能别这么任性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你说话呀，哑巴了！就因为几口吃的，当着长辈的面闹脾气，现在还学人家小姑娘玩起离家出走来了。我就问你，你至于吗？至于，很至于。行，你硬气。魏娇，现在可是国庆假期，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们村子根本叫不到车吗？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回城里。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你可别指望我会心软去接你。有能耐你就靠2条腿自己走回去。你要是现在知道错了，滚回来跟我妈道个歉，我就大度一回，不计较这事儿。蒋伟，你是不是耳朵聋了，听不懂人话？我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要离婚，我也绝对不会再回那个恶心的家。离婚？你疯了吧？你一个没工作没收入的家庭妇女，你拿什么跟我离？你要离是吧？行，那你就净身出户，1分钱都别想从我蒋家带走。我拖也能拖死你，耗也能耗死你，我看你离开我怎么活。蒋伟，你先别急着放狠话，咱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你真以为我成天在厨房里打转就是个瞎子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如果你利索的跟我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，该怎么分财产就怎么分，那我们就和平离婚。但如果你非要跟我耍无赖，那我就直接去你们公司，找你们领导好好谈一谈。你找我们领导谈什么？魏娇，我警告你，别乱来。没记错的话，去年过年的时候，你为了晋升，给你领导家里送了一份厚礼吧？那2根金条还是我帮你用红纸包好的呢。还有前阵子你手底下那个小梦来咱们家拜访，走的时候硬塞给你的那个信封，连同高档烟酒，现在还在咱家主卧大衣柜最底下的抽屉里，钥匙可一直在我手里。蒋伟，你收了谁的，送了谁的，每一笔账我都在心里记得清清楚楚。你以为我只是个免费保姆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老婆，不，娇娇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冲动，这事要是闹到公司，我饭碗就砸了呀。咱们回家关起门来好商量。谁跟你有事商量？哎，魏娇，蒋伟，你最好别逼我跟你鱼死网破，准备好你的证件，等我通知去民政局，别来烦我。阿姨，真没看出来啊，您刚才那气势简直太飒了，那几句话戳得对方连个屁都不敢放，我都想给您鼓掌了。飒什么呀？要不是被逼到了绝路，谁愿意把生活撕开给别人看？我也是刚才才发现，原来自己还能这么大声说话。阿姨，既然婚事要离定了，那个家您现在回去也是看着心烦，反正心情也不好，要不要出去旅游散散心？旅游？对啊，我们几个朋友正好拼了个团，去海边玩几天，刚好还差一个人，您要是不嫌弃，跟我们一起去吧。算了吧，我一个快50岁的老太太，跟你们小姑娘混在一起，算怎么回事儿？而且出去玩一趟，得花不少钱吧？再便宜一点，可以吗？
阿姨，钱赚来就是花的，您辛苦了大半辈子，把钱都省下来给别人花了，可别人感激过您吗？是啊，我把自己的需求永远排在最后，总觉得凑合凑合就行了。可结果呢？换来的是丈夫欺负我半辈子，儿子压根儿没拿我当回事儿，我连一罐爱吃的辣椒酱都不配拥有。你说的对，这半辈子我为别人活得够多了，剩下的人生，我想给自己花点钱，给自己一点时间。阿姨，您这是答应了？行，那咱们就出发。都多大年纪了，说走就走，哪有你这么不负责任的妈？以前的事爸都跟我说了，不是儿子说你，做人不能太计较的。阿姨，你看这堵车堵的跟村口赶集似的，不过也挺好，难得有时间发发呆。我刚才跟您说到哪儿了？哦对，说到我爸妈天天催婚。是啊，父母嘛，总觉得女孩子成了家才算有个归宿。我爸也是这么说的，他总说我这样浑身长满刺，一点都不柔顺的女孩子，以后肯定嫁不出去，他怕我老了没人管，孤苦伶仃的。长辈也是为了你好。但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又不是为了嫁人而生的 NPC， 我要做的事儿多了去了。我一个人能看世间百态，也能见山河壮阔。寂寞的时候有3、5知己朋友作伴，我自己就足够完整了，根本不需要硬生生捆上另一个人来填补我的生活。阿姨，我觉得人活一世，如果为了别人的喜好束缚自己一辈子，那多没意思啊！您说是不是？妇女能顶半边天。如果当初没嫁给蒋伟，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？10几年如一日的麻木生活，剥夺了我的所有想象力。那个浑身干劲儿、被领导表扬的自己，原来已经距离我这么远了。喂，妈，我那个手柄你给我放哪儿了？哪个手柄？就是我平时打游戏那个红蓝色的啊！你以后能不能别乱动我东西？你给我翻得乱糟糟的，我想找都找不到。我说妈，你还真是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怎么半天不讲话？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长着长着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非要抓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不放呢？几道菜的事非要弄得大家都不开心，有意思吗？随便你吧，反正手柄找不见我就买新的，钱你打给我。真搞不懂你怎么想的，矫情也要有。行，你挂我电话是吧？你要是真离婚，那可别后悔，等你老了，别想让我养你。就他现在这个连找个手柄都要冲我发火的样子，我哪里会指望他养老？阿姨，擦擦汗。谢谢你，小赵。阿姨，心情不好的话，要不要跟我聊一聊？事情憋在心里，就会一直搁在那儿。不管是什么事儿，讲出来可能就会好多了呢。唉，我这都是老黄历了，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你们年轻人听着会嫌烦的吧？阿姨，您记住，任何让自己不高兴的事情都不是鸡毛蒜皮，反正这条路还要堵很久呢。其实吧，我刚好在业余时间写小说，正愁找不到真实的生活素材。您要是不介意，就当是给我提供素材了吧，讲讲您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写小说啊，这些柴米油盐的事情，哪有人会看呢？怎么没人看？千人千面，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厚厚的书，我就特别想听。行，那我就给你讲讲。我结婚第6年才怀孕，34岁，
在那个年代是实打实的高龄产妇。得知我怀孕，婆婆连夜从乡下跑来城里，说是要照顾我。大伟，这几天你不在，你妈做的菜要么酸的倒牙，要么咸的发苦，有时候甚至连盐都不放，而且暖壶里也都是凉水，还有怪味儿。柜子里的钱也不翼而飞，你能不能跟你妈说说？别乱开玩笑，妈哪会动我们的钱？别人都说了，孕妇的味觉多少都有点变化，你就是太敏感了。你不高兴，那就算她错了，但这点小事儿就别跟妈计较了，行吗？妈好心过来帮我们，我们不能让老人伤心啊。对不起啊，娇娇，妈就是不太习惯你城里的这些锅啊碗的，乡下的土灶台妈用惯了。下次你尝着不好吃，千万别忍着，直接跟妈说，妈重新给你做，做到好吃为止，行吗？可没多久，我们厂里抓工人赌博的时候遇到了婆婆。那些打牌的人告诉我，她瘾头大得很，只要能找到一点点时间，就会一头扎进牌桌。我把这事儿告诉蒋伟之后，她还替婆婆说话呢。嗨，她好不容易把我拉扯大，现在好不容易日子轻松了，玩玩牌打发一下时间，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？我告状这件事最终传到了婆婆耳朵里，她没吵没闹，只是陪着笑，对我说她以后一定改正。只是几天后，儿媳妇啊，这些羊尾油可是我托了好多人才千辛万苦买到的，人家大草原那边的孩子一个个身强体壮的，就是从小吃了这个呀。我惹你不高兴，但吃食没惹你吧？就算为了孩子，你好歹尝一口。那天婆婆做了一桌海鲜小炒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过敏，只知道吃到海鲜就浑身起疹子，但她明明知道。娇娇，妈知道平时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，你心里有气，冲着妈发就行了。可这菜是无辜的呀。弟妹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老人买这些东西多不容易啊。就是啊，就算只吃那么一小口，那也算是全了老人的一片心意了嘛。一家人干嘛闹得这么僵呢？娇娇，大家都看着呢，你就别使小性子了，赶紧趁热吃一口啊。就一口，让我上吐下泻整整一晚上，儿子也因此早产。现在小猴崽子长了大高个儿，他信任他爸爸，却会怀疑我污蔑他奶奶，这也太狠毒了。如果仅仅只是这样，或许我还不足以绝望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月子里的那场噩梦，才是真正差点要了我们娘俩的命。那年冬天，我因为早产，身子还很虚弱。蒋伟为了不让我受寒，特意去早市买了个煤炉回来。娇娇啊，妈出去给你们买点菜啊。婆婆急着去打牌，把门窗关得一丝不透，把我和孩子留在了那个烧着煤炉的密闭房间里。我在睡梦中想挣扎，却连抬起手指的力气都没有。最后，我直接晕了过去。魏阿姨，魏阿姨，我妈让我来为您淘几个红皮鸡蛋。魏阿姨，你在家吗？妈，你快来啊！蒋叔叔家里好大一股煤气味。那天，如果不是邻居家小孩嘴馋了，过来要几个红皮鸡蛋，第二天，蒋伟就能直接送我们娘俩上山了。太过分了，这简直就是谋杀！阿姨，这种自私自利、视人命如草芥的家庭，怎么忍下来的？这种人怎么过一辈子？是啊，我是怎么过了一辈子的呢？我以前不是这样的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太替您不值了。年轻的时候，我在厂里也是年年拿先进的标兵，干活麻利，说话响亮。
那时候的我有自己的主见，有自己的骄傲。可是自从嫁进了那个家，我的棱角被一点一点地磨平。他们总是用最温和的语气，说着最伤人的话，用所谓的家和万事兴，逼着我咽下所有的委屈。从医院回来后，第一时间就是要离婚的。我躺在病床上就在想，这次我幸免于难了，那下次呢？我和儿子有几条命可以让他不小心？可是那时候想离婚真的太难了。娇娇啊，你听妈一句劝好不好？你家大伟不赌不嫖，平时连个烟都不抽，发了工资也都如数交给你管着，他又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作为妻子，你不该随意抛弃自己的丈夫；作为母亲，你不该让孩子这么小就没有爸爸；作为儿媳妇，你婆婆毕竟是长辈，你不该抓着她的错处不放。作为女儿，你真要是闹离婚了，让我和你妈的老脸往哪儿搁？以后我们在亲戚朋友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？爸妈，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啊！你们到底明不明白？我和儿子差点死在家里，是差点死了，这是2条活生生的人命啊！哎呀，你小点声，别让外人听见笑话，那就是个意外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婆婆也就是年纪大了，不小心忘了炉子。再说了，这不是有惊无险都没事儿吗？不管我说什么，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在他们眼里，这都会被轻飘飘地定义成鸡毛蒜皮。娇娇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求求你别跟我离婚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嫌我们家不够丢人是不是？赶紧进屋说。娇娇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这件事确实是我妈做的不对，我已经严厉的批评过她了。哎呦，娇娇啊，你快看看大伟多有诚意啊！一个堂堂70男儿，为了挽回你，连男人的面子和尊严都不要了。娇娇，我向你发誓，我已经做出决定了。我刚刚亲自把我妈送回乡下老家去了，以后咱们的家就只有我们一家3口过日子，她绝对不会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。这样总行了吧？这难道不好吗？你闹离婚，从头到尾不就是因为你婆婆吗？现在连根源的问题都解决了，你再闹下去，可就是胡搅蛮缠、无理取闹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提过离婚这2个字。蒋伟把那场深情的戏码演得太逼真了，他知道让他妈象征性的向我道个歉，他也在我和他妈中间做出了一个别人看来伟大的选择。所以从那一天起，如果我再敢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，那就是我不懂事儿，是我胡搅蛮缠。这10几年里，我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不管是我的父母亲戚，还是街坊邻居、同事朋友，他们都在不断的给我洗脑。他们总是在我耳边念叨，蒋伟是个多好的男人啊，他不抽烟不喝酒，不嫖不赌，下班就回家，也没跟别的女人乱搞过暧昧。在他们眼里，这样的男人简直就是稀有动物。而我那些因为婆婆受过的伤，因为她冷漠受过的委屈，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生活里不值一提的灰尘。所有人都告诉我我应该知足，可是我就是活得憋屈啊。我也时常问自己，大家都没错，蒋伟是个好丈夫，婆婆是个老人家，父母也是为了我好，那到底是谁错了？真的是我太矫情了吗？阿姨，走，我们下车透透气，我去请你喝杯好东西。阿姨，你看着我，我现在要非常郑重地告诉你一件事。
你刚才在车上跟我说的那些事儿，不管是孕期受到的恶劣对待，还是月子里差点丧命的煤气泄漏，又或者是饭桌上那盘故意恶心你的芹菜，这其中没有任何一件是鸡毛蒜皮，绝对不是。阿姨，你所经历的这一切，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名词，叫做煤气灯效应。煤气灯效应。没错，这是一种非常可怕、非常隐蔽的心理操控和情感虐待。它的核心特征就是，明明是别人做错了事，是别人在伤害你，但他们绝不承认，反而他们会通过歪曲事实、避重就轻，甚至倒打一耙的方式，把所有的责任和问题都归咎到你的身上。日复一日，在他们这种洗脑式的打压下，慢慢的，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是不是出了偏差，怀疑自己的认知是不是不正常，最后你就会认为所有问题的根源是自己太矫情。虽说你丈夫蒋伟他不一定懂这个原理，但他骨子里的自私、虚伪和怯懦，让他本能的做出了这些操控你的事情。他用这种方式完美的维持了他的好男人形象，却把你逼成了一个整日自我怀疑的疯子。而且不嫖不赌，只是作为一个合法的社会公民最基本的底线标准。好男人的标准绝对不该这么低廉和可笑。阿姨，你要记住，在这段婚姻里，他没有给你应有的尊重和保护，甚至联手他妈一起来欺负你、打压你，这就是他的错，这是他不可推卸的问题。错的从来都不是你，错的从来都不是我。阿姨，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你本来就有让自己幸福的绝对权利。祝贺阿姨，拨开云雾，即将做回真正的自己。谢谢你，赵敏，也祝我们接下来的旅途愉快。阿姨，到了，我们下车。雪儿、萌萌、雨晴，我们来啦！阿姨好，敏敏在路上就跟我们发微信说您要来了。我叫李雪，我叫王萌萌，阿姨您叫我萌萌就行。我叫张雨晴，阿姨您长得真有气质，刚才那张照片拍得可好看了。你们好，我是不是打扰你们年轻人玩了？阿姨您说什么呢？敏敏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，哪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？就是呀，人多才热闹嘛。走，阿姨，我们先去民宿，然后一起去海边玩。他们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，在这群年轻的女孩子中间，我身上的那些阴霾好像一下子就被驱散了。阿姨别光站着呀，我们也去踩水吧，沙子可软了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你们年轻人玩吧，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在水里跑让人看了笑话。阿姨您这叫什么话？年纪大怎么了？谁规定年纪大就不能踩水了？哪条法律写的？这不是习惯了吗？当妈的人了，得有个长辈的样子。在这里，您不是谁的妈，也不是谁的长辈，您就是您自己。来，大海面前人人平等。哇，阿姨你看，真好啊，想飞去哪儿就飞去哪儿。阿姨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大海真的太美了。我看着那些海鸥，心里充满了羡慕。如果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折断自己的翅膀，如果我也能像他们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，那该多好啊！当当当当，秘制烤鸡翅出炉啦！阿姨，您先尝尝我的手艺。哎呦，外焦里嫩，这味道绝了！阿姨，您别光夸它呀，尝尝我烤的玉米，特意给您刷了蜂蜜的。好吃都好吃，今天我算是享了福了。来，为了庆祝我们在海边相遇，也为了阿姨开启新生活，干杯！
阿姨，你平时在家能喝点酒吗？哪儿能啊！蒋伟不喝酒，家里从来不备酒。我每天除了算计菜钱，就是打扫卫生，哪有闲情逸致喝这个？那现在你想喝就喝，想喝多少喝多少，我陪您。哇，好美的星星啊！在城里根本看不到这么多。魏娇，你终于肯接电话了，我还以为你要躲一辈子呢。你换号了，有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事儿？你还有脸问？听说你出去旅游了，赶紧回来，家里下水道堵了，现在家里满地都是黄水。那你收拾一下不就好了吗？这点事儿大惊小怪的。爸，奶奶，你们快点收拾，我的漫画全被泡了。你还笑得出来？这是你家，你作为一个女人把家里搞成这样，你还有没有点责任心？蒋伟，我再说一遍，那是你们的家，不是我的，你们自己拉的屎自己收拾。魏娇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下水道这事儿肯定是因为你走之前乱扔东西才堵的，你赶紧回来负责弄干净。蒋伟，你还真是健忘啊！以前下水道堵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跟我说的来着？不就是反点水吗？这点小场面犯得上大费周章花那冤枉钱？你自己随便通一通不就完了吗？大惊小怪的。现在，这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魏娇，你差不多行了，你这几天在外面玩也玩了，也该消气了吧？台阶我都给你找好了，赶紧回来。蒋伟，你听好了，我没有在闹脾气，也不需要你的台阶。那个家从我走出来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真想离婚啊？你疯了吧？你都这个岁数了，离了我谁还要你？那个家就留给你们一家三口慢慢享受吧。我们下次见面就在民政局了。阿姨，你看日落好美啊！是啊，真的好美，感觉这几天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。阿姨，旅行结束了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先在城里找个小房子租下来，安顿好自己，然后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哪怕工资少点儿，只要开心就行。那太好了，阿姨，有个事儿我正想问你呢。我们在城里合伙弄了一个流浪动物救助站，收留了不少流浪猫狗，现在正缺个细心又有爱心的人手帮忙打理。你要是不嫌弃累，来我们救助站帮忙吧。流浪动物救助站？对啊，我们几个平时都要上班，只有周末才有时间过去。那些小动物特别可怜，需要人每天喂食打扫。阿姨，你愿意来吗？这破猫到处掉毛，万一传染给儿子怎么办？我明天就把它扔了。你一天天不干正事，养什么猫？好啊，我愿意去帮忙，只要你们不嫌我笨，我一定把它们照顾得好好的。太棒了，阿姨，欢迎你加入我们。女士，您眼光真好，这套鹅黄色的纯棉4件套是我们这季的新款，颜色特别亮堂，面料也是最亲肤的，铺在卧室里会显得整个房间都很温暖。确实不错，帮我包起来吧。好的，您稍等。算你还长了点心，知道该买4件套。但是鹅黄色不合适，家里弄这么浅的颜色成什么样子了，一点都不耐脏。关你屁事儿！你几天没回家，在哪儿学成这个样子了？你这是什么素质？我说你这几天怎么死活不回家，原来是在外面潇洒呢。你身上这衣服是新的吧？头发也是刚做的。你这是打算打扮起来给谁看？我给自己看。我就说你不对劲儿，怎么可能因为一罐子辣椒酱闹离婚？
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你敢打我？姜伟，这一巴掌打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贬低讽刺，打你自以为是，把我的隐忍当成你犯贱的资本。你疯了是不是？这一巴掌我打你在儿子面前混淆是非、歪曲事实，把你妈干的那些龌龊事洗白，把我逼成一个斤斤计较的恶人。差不多得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在这发什么疯？还不嫌丢人吗？让别人笑话，快跟我回去！丢人？你也知道丢人？你不是一直在外面跟人说我不讲理，说我矫情跋扈，是个疯女人吗？那我就坐实好了。我正式通知你，明天去跟我办离婚手续，别装死，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揭发你。你自己掂量掂量轻重吧。你敢？你试试看，看我敢不敢。行了，气儿也撒了，字也签了，虽然提交了申请，但这离婚冷静期还有30天呢，30天足够你想清楚了。你在外面折腾累了，随时可以回来。我和儿子还有我妈，我们一家人在家等着你。只要你肯认个错，过去的事儿我就当没发生过。认错，当没发生过。姜伟，你是不是这几天被家里的下水道熏傻了？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香饽饽呢？那个粪坑还是留给你们自己住吧。你们那什么血脉相连的一家3口，就在那臭水沟里好好相亲相爱，我就不奉陪了。现在的生活真是自在多了，他们不会瞧不起我，也不会居高临下的讽刺我。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需要照顾别人的口味，也就不需要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拿出一瓶辣椒酱。阿姨，这段时间在这里还习惯吗？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还怕您不习惯呢。您看您气色都比刚来那会儿好多了。在这里每天喂喂它们，晒晒太阳，什么都不用想，比在那边舒服多了。哎，对了，阿姨，前2天我听到了些关于蒋家的消息，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说吧，我早就当那是别人的事儿了。他们现在过得可真是鸡飞狗跳的。您那个婆婆可时髦了，天天发朋友圈，10条有8条都是关于打麻将的。还有她跟牌友的自拍，笑得牙床子都撕出来了。而且现在大家都不用现金，您猜她用什么赌呢？她可真是个人才，她把她孙子的球鞋和手办都卖了，好几千块钱的鞋被她卖了几百块，还有跟她儿子手下的工人借了一大圈钱。而且啊，因为这件事，她儿子工作也丢了，现在躲在家，每天都有债主上门逼债。我还得谢谢这位钱婆婆，还没等我处理蒋伟，她就先处理了。这下蒋伟是不用做稳定退休的梦了。不仅如此，他因为精神受不了刺激，突发脑梗，听说出院后他整个人就不清醒了，连话都说不利索，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傻子。自作孽不可活。家里的顶梁柱变傻了，那个极品老太太和那个巨婴儿子，这烂摊子他们怎么收拾？不用关心这些破事儿了，这都是他们自作自受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也是，那阿姨我们走吧，今天还约了李雪他们逛街，他们该等着急了。好。敏敏，我想上个厕所。正好，我们也去一下。阿姨，您一起吗？你们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们，不着急。
你能不能别添乱了？说了多少遍别乱跑，别乱跑，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？我每天已经够烦了，我天天放学回来还要管你，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？妈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我奶奶呸，那个死老太婆现在瘫在家里，她还闹得家里鸡飞狗跳的，房产证都被她拿去抵给别人了，爸工作也没了，还赔了不少钱，现在还脑梗傻了。妈，你才是对的，我爸就不该把她接回来，他什么都做不好。他怎么可能不好呢？他可是跟你们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啊。妈，我真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要不你收留我也行。我现在会洗衣服收拾家务，我还会学会炒菜了。对了，以后你想吃辣椒酱我就去给你买10罐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在意一罐辣椒酱吗？不是因为你爱吃吗？因为在那个餐桌上永远都只有你们父子俩爱吃的菜，我不吃海鲜，不吃羊肉，不吃西芹，可你们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。那罐辣椒酱是我唯一能吃到的东西，不过现在我再也不需要了，我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机会？我给过你们很多次机会，是你们自己没有珍惜。蒋明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应该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阿姨，那位就是一个不相关的人罢了。那我们走吧。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。